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我们继续讲《熊家餐厅》第3季的第2部分。辛尼帮着蛋糕小子一起收拾母亲的遗物，蛋糕小子不知如何处理，辛尼建议他可以捐赠掉。收拾完，两人坐在楼梯上闲聊。辛尼问蛋糕小子是否打算联系一下父亲，蛋糕小子毫无此意。他解释，母亲病了那么久，父亲都不闻不问，而且从小两个人关系就很疏远，甚至自己从内心就很排斥这个人，只想和母亲亲近。这番话让辛尼感到很无奈。不过当蛋糕小子问起辛尼是否也是和父亲很亲近时，辛尼无法否认。他甚至说自己受父亲的影响很深，连想故意迟到都做不到，因为父亲什么约会都会提前10分钟到场。说着就打趣地称欢迎蛋糕小子加入丧妈俱乐部，以及入会注意事项种种，惹得蛋糕小子忍俊不禁。这久违的笑让蛋糕小子内心忽然暖暖的。蛋糕小子遗憾母亲甚至还没有尝过自己学会的新菜。生活总是会给人一种错觉，好像身边的人会一直都在那儿，所以我们往往不以为然，而且视而不见。但突然那个人永远离开了，才会猛然的内疚起来。他在的时候如果能多拥抱一次，或者多给他做一顿饭，那该多好啊！可岁不我与。卡米还在不断地尝试新菜，表哥没事就在熨烫西服。一个消息发来，那是表哥在上一季学习的那家餐厅的女老板特里宣布餐厅关闭，邀请他们参加下周的散伙饭。这个短信真是让人意外。卡米翻看着报道，手机上显示高级餐厅往往都是不可持续的高强度工作场所，而这种行业规则需要被改变。高级餐厅的未来是什么？另一篇报道称，高级餐厅的倒闭可能是因为疫情或者是经济低迷，但是对于连续获得5年米其林3星的餐厅，而且一座难求的火爆订座率，居然会关门，这是所有人不能理解的。卡米忽然感到很迷茫，到底哪儿出错了？杂志摄影师就要到了，表哥指挥胖子把酒杯摆到完美。胖子抱怨着，这都摆了15分钟了，还没找到那个完美的位置。表哥解释，上了照片就修改不了了，所以趁现在再摆得完美一点。一边说一边嘟囔，那么好的餐厅为何要关门？搞得胖子一脸雾水。离约定的时间还剩40分钟，表哥着急地安排着一切。泰德的地面抛光机又坏了，表哥威胁他尽快解决。卡米在犹豫准备的新菜是否合适。辛尼对新菜倍加赞赏，然后婉转地提出建议，这让卡米留下了那盘菜。搭档不就是这样吗？在你犹豫的时候在旁支持鼓励你。蛋糕小子在卡米的旧工作记录本里找到了焦糖的配料表。小糖艰难地躺在更衣室的长凳上休息。蛋糕小子对小糖说起，他在路边发现了一朵很特别的白色紫罗兰，想尝试把它做成甜点。小唐认为这个主意很棒。纳什尔推着采购小车进来，抱怨菜的种类很少，市场冷清的可怕。伊博打翻了面包箱，卡米赶紧帮忙。他内心自问，高强度的工作是错吗？那些严厉的规章制度是错的吗？不经意间就脱口而出地问，是自己的错吗？伊博不明就里，赶忙把所有的错误揽到自己身上。表哥给特里餐厅的女领班打电话，询问餐厅关门的原因。女领班解释说，特里一觉醒来就决定不干了，似乎大家也都不太清楚理由是什么，也或者大家都不肯说。总之，一切谜底可能在下一周的散伙饭上给一个解释吧。离杂志摄影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大家都忙活起来。胖子尼奥紧张的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。这时，萨米推门而入。萨米是本剧出现的新人物，他是胖子兄弟俩喊来帮忙修理抛光机的，但他一进来就说泰德拿了他的 SD 卡，悠着泰调密码要个没完。于是胖子两兄弟的相声随着萨米的加入升级为群口相声。吉米叔叔也带来了自己的财务管理专家马歇尔，外号电脑。吉米叔叔请他来的目的是找出餐厅经营亏损的结症所在。于是电脑开始说自己的分析结果，砍掉不必要的采购。卡米很抵触，吉米叔叔把他叫到一边，小声解释自己是想帮助餐厅挣钱，而卡米则认为吉米叔叔是想把他变成一个只会算账的电脑。吉米叔叔马上否认，并在接下来的辩论中尽可能地站在卡米一边。另一边，3个群口相声一边抛光地板一边抽烟，被表哥勒令把烟掐了。于是内厨和大堂分别开启了2场工作辩论整顿赛，语速像机关枪，穿插着各种讥讽笑料。
此处省略1万字。摄影师终于来了，拍摄途中他突然提出评论里有一道鸭肉的菜，他希望能拍一张照片，但是仓库没有鸭肉，大家也都很忙，没有时间。于是卡米让萨米去搞只鸭子。电脑建议解雇蛋糕小子，因为作为糕点师他太贵了。小唐威胁谁敢动蛋糕小子就会吃不了兜着走，电脑只好放弃。吉米叔叔私下问辛尼为何还没有签那份股份协议，辛尼表示太忙了。吉米叔叔不解为何今天卡米那么生气，然后说自己担心为卡米和小唐买了个餐厅是害了他们。辛尼安慰他，至少你还在，言下之意只要吉米叔叔在就不会糟到哪儿去。听到这话，吉米叔叔倍感欣慰地走开了。卡米开始在仓库里翻东西，无意中他找到一箱旧物，里面的旧照片上是哥哥麦基和母亲。卡米内心百味杂陈。纳什尔曾经在一个糖果工厂上班，每天给孩子做好早餐。清晨出门，穿过巨大的城市，来到工厂办公室里的电脑前工作。她希望丈夫能够挣到更多的钱，保住租金上涨的房子，让儿子不必频繁转学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新的裁员名单里，纳什尔赫然在列。干了大半辈子的工作，说丢就丢了，这无疑对这个家庭来说是雪上加霜的大忌。纳什尔不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家人，直到深夜才悲伤地向丈夫说出了此事。第二天，她重整旗鼓，开始四处投简历。一次次被拒绝，甚至还有打着招聘骗钱的学习班。丈夫的工作是个门卫，薪水微薄，升职加薪几乎没有希望，不过却是个温柔体贴的男人。纳什尔不想埋怨丈夫，她锲而不舍地找工作，甚至开始打电话问朋友帮忙，但也毫无起色，焦虑也与日俱增。终于在这一天，他接到某个人才招聘服务网的面试邀请。纳什尔孤注一掷地前往，那是一栋现代化的写字楼。纳什尔鼓起勇气来到这家公司，可是令人失望的是，前台连正眼都不看地说，今天的公开面试取消了，昨天那个职位已经找到了人。满腔希望化为泡影，纳什尔又沮丧又委屈，看着前台一脸的冷漠，最终忍不住爆了粗口。Fuck you。在芝加哥的街头上，纳什尔一边抹眼泪一边往回走。忽然，街对面一个名为熊的三明治店映入眼帘，看到这儿我忽然有种想泪奔的感觉。这是我追了3年的熊家餐厅之前的样子，太令人感慨了。纳什尔鬼使神差地来到这个餐厅，一推开门，熟悉的嘈杂声迎面而来。表哥和一众人在前台忙碌着，混乱中，纳什尔要了一杯咖啡。表哥顺手就塞给他一个免费的没人认领的三明治。纳什尔拿着三明治来到用餐区，找了一个位置坐下。胖子正在游戏机上打得热火朝天，卡米的哥哥麦基在一边的桌子旁装纸巾盒。纳什尔一边吃一边忍不住痛哭流涕。当胖子的游戏 game over 的时候，麦基发现嚎啕大哭的纳什尔。表哥解释说自己给了他一个免费的三明治，难道是喜极而泣？胖子表示他输了游戏也很伤心。表哥接着说他也很伤心。三人打打闹闹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表哥和胖子丢下麦基溜了。麦基拿着餐巾纸，一边装盒一边上去搭讪，开口就问：“是不是三明治太难吃了呀？”一句话就把纳什尔给逗乐了。麦基接着问：“是不是今天过得很糟糕？”纳什尔表示不能再糟糕了。纳什尔反问麦基今天过得怎么样，麦基干脆就坐下来聊了起来。要说这麦基真是妥妥的社牛，要换成卡米肯定没办法说上话。麦基告诉纳什尔这里的厕所会爆炸，因为没有钱修，送货的缺斤短两，因为拖欠货款，一开门就忙得像打仗，因为人手不够。作为交换，纳什尔也把自己的困境说了一遍。麦基问他说出来是不是好受点，纳什尔说没有。两人无奈地笑了起来，看来鸡汤是没有用的。这时麦基收到弟弟发来的短信，里面是一盘菜，哥哥拿给纳什尔看。虽然麦基也看不出个什么名堂，
但他自豪地说自己的弟弟是个厨师，是那种天生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，目标明确，而且还天赋异禀，非常勤奋的家伙。纳什尔感叹，这跟做梦一样。麦基表示赞同。在纳什尔的询问下，麦基介绍，这个餐厅是老爹开的，但是开门没多久他就跑了，因为满头的代付账单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这个小破店唯一的价值就是这帮朋友，除此之外全是糟心事。微薄的利润仅够维持，没钱修理破旧的设备，没钱填补欠款，天天都被现实摁在地上使劲摩擦，却毫无还手之力。但是这群朋友很不错，试想生活中所有的快乐的事儿、美好的事儿、值得庆祝的事儿，都是围绕着食物。现在有朋友，有食物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纳什尔问，那如果再选一次，你会做什么？麦基马上摇头说自己也不知道。纳什尔自言自语地说自己也什么都不擅长，但什么都可以做。麦基则觉得自己什么都擅长，可就是没办法专注一件事儿，这不就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特点吗？接着麦基说起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参观了一栋古老的大楼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类型的店铺，大家都很专业，穿着正装，忙着手头的事儿。这座大楼就像一个美梦成真的地方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。当纳什尔赞叹这真好时，麦基忽然反对，说这一点都不好。他觉得这不是他的人生，他生来就是要照顾别人，他的人生就像大梦一场，是可以随时被忽略掉的存在。这些话真正在暗示着麦基最后的选择。是啊，有的人生来就知道要做什么，目标明确，而有的人似乎天生就是透明的，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的时候，为一件特定的事儿而存在。而更多的人甚至连这个特定都没有，就被忽略掉了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芸芸众生。纳什尔也感叹自己在找工作时，那些工作的人都那么年轻，年轻的没有经历过什么，不知道真正的压力是什么，没有被无助和悲惨的命运捶打过，但即便如此，自己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他们年轻的令人嫉妒。纳什尔接着说，自己愿意做任何事儿，打扫卫生、拖地、洗碗，什么都可以做。自己也没什么理想抱负，从不冲动、意气用事，更不会耍性格、闹脾气，或者梦想着拯救世界，只是想挣一笔稳定的工资抚养孩子，就那么简单。可是却没人想顾自己。麦基几乎没有犹豫地表示，自己这个垃圾小店正缺一个厨子，而且工资很低，但可以和一帮吵闹而有趣的人在一起工作，偶尔可以有点小费开心一下。问纳什尔是否愿意加入，纳什尔意外极了。就这样，两人匆匆一叙，纳什尔开心地回到家，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，然后从包里拿出那件熊家餐厅的工作服，爱不释手。笑容不再如故，每个人脸上都是严肃冷漠，叹气声，这和麦基的那个熊家餐厅对比鲜明。卡米依然会偶尔去支持小组，听着那些失去亲人的人诉说。辛尼接到一个邀请，一个辞了职的朋友决定开餐厅，希望辛尼加入，并承诺给辛尼股份、保险以及独立的团队管理权等等，条件非常诱人，让辛尼十分心动。对方称只要辛尼同意，卡米那边他会去谈。辛尼答应考虑一下。蛋糕小子在办公室翻看着卡米的旧笔记本，一边和卡米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。那些精美的手绘插图和笔记令蛋糕小子心生羡慕。看着一张世界级烹饪大厨的合影照片，蛋糕小子问手法是什么意思。卡米认为那是技巧的意思。他解释说，这些大师会聚在一起交流厨艺，传承历史文化特点的食物制作方法，交换新的技艺经验，讨论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。总之，好的东西会被传递下去。辛尼进来上班有些躲躲闪闪，看着两人聊天，随口就问在聊什么。蛋糕小子说在聊传递，顺口就问辛尼想传递点什么。辛尼心里乱糟糟的，哪想得出什么传递，马上就把问题丢给了卡米。卡米说他想传递快乐，传递无忧无虑，为了做到这一点，首先要公正。问题回到了蛋糕小子面前，蛋糕小子说他希望传递保持镇定，保持倾听和学习等等。卡米赞叹简直太伟大了。聊天结束，工作开始。伊博的外卖窗口一直是供不应求，伊博忙得焦头烂额，于是在最忙的时段请了麦基的两个兄弟加入。他们和照片上的麦基打过招呼，然后合理化了出餐流程，熟练的收款打包制作三明治，客气的和顾客们打招呼如同老友。
嘴里不停地聊着天，开着玩笑，气氛轻松的跟玩一样，让伊博开心无比，仿佛回到了当年麦基的餐厅。3个人配合的效率很高，服务也很好。工作结束后，纳婶问伊博感觉怎么样？伊博感叹太美妙了，这可比他一个人的时候轻松快乐了不知道多少倍。纳婶离开时拍了拍纸巾盒。泰德帮家里整理酒架，并说家里看起来很眼熟。于是家里说自己曾经是一个棒球队员，但因为在锻炼时服用增肌剂被尿检查出这个药属于兴奋剂而被禁赛。从此退役后，他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运动。泰德赞叹家里是个好球员，这让家里百感交集。小唐在整理预定名单，随着预产期越来越近，他显得更加容易疲惫。表哥瑞奇状态也不佳，他觉得餐厅很糟糕，缺少灵魂。小唐问起表哥的妻子怀孕时的状况，表哥说他丢下妻子跟着麦基跑出去玩，回来后带着妻子出去吃泰国菜，结果刚吃完就直奔医院了。这一切恍如昨天才发生过。想起那些和麦基一起的快乐日子，表哥忽然眼眶湿润。表哥的糟糕状态一直延续到开门前，每日例会上表哥忽然语塞，他无法说出话，手颤抖着翻着小记事本，上面是女儿画的花，这让表哥更加无法集中注意力。辛尼赶快开口拯救了尴尬。纳婶儿也对小唐嘘寒问暖，并说起自己怀孕的时候也很辛苦，本以为生完孩子就轻松了，但事实是更辛苦了。胖子两兄弟来报告餐巾用完了，小唐出门碰上了辛尼，随口就提醒辛尼赶紧签合约。辛尼嘴上答应着，但内心却无比纠结。小唐独自到超市买东西，刚把东西搬上车，羊水就破了。好的，剧情就介绍到这里。在第6集里，完全把整个故事引向了另一个方向，也把麦基的生活轮廓都勾勒出来。他所说的，他觉得他生来就是为了保护他人，很有点英雄主义的感觉。这个餐厅的工作者都是老弱妇孺、小混混，而麦基独自支撑着这个餐厅。这个餐厅是麦基的父亲开的，开起来后却欠了一屁股债跑了。麦基努力给父亲收拾烂摊子，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新餐厅开业的时候，熊妈不肯进去。在餐厅建立之初，熊妈一定是参与了。在麦基的管理期间，熊妈一定是鼎力支持，结果最后这个餐厅却让丈夫跑了，大儿子麦基自杀了，现在小儿子卡米又在继续。他自始至终没有阻拦，但他一定是纠结的，所以他不肯进去庆祝新餐厅的开业。熊家餐厅在改造升级后，管理也开始照搬高效冷酷的企业化管理，但是一切并没有越来越好，快乐却越来越少，痛苦越来越多。而且那句不容商榷是所有企业规章不容置疑的前提，你入职便是默认接受了这个规章，不管它多么不合理。卡米也在用不容商榷来管理这个餐厅，大家每天就像打仗一样，疲惫至极。那家被卡米作为目标的3星级餐厅 Ever 宣布关门，女老板特里决定结束这个盈利颇丰的餐厅，让卡米和表哥瑞奇都深感惊讶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出为何关门的原因，我猜在这家餐厅的散伙饭上一定会解释原因，届时是否会给卡米带来什么感触呢？辛尼是否会留下来呢？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故事。比较搞笑的是，这一季的烂番茄评分出现了巨大分歧，烂番茄影评人给出了93分的高分，各种媒体专业影评人毫不吝啬的赞美之词，把第3季夸得一塌糊涂。例如，它依旧是一篇关于痛苦、失落和哀悼的华章，它就像手放在餐具里的14行诗，让人狼吞虎咽，尽情享受。还有第3季是近乎完美的一季等等。但是观众评分直接翻车了，只给了57分。一些评论直指制作团队傲慢的在炫技，有的认为无聊和恼火。其实每部剧都没有办法收获所有人的喜欢，哪怕最经典的影片都肯定有指责的声音。这件事儿无关对错，欣赏一个影片就像听歌一样，有些感受是很私人的。如果有人碰巧和你想法一致，那是一种快乐；如果不一样的话，那就笑一笑，给一个包容。我觉得这个世界总要有不一样的才精彩吧。不过这一季在豆瓣上的评分倒是很稳定。
好的，本集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期见。